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呢？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夫人，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嗯。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是。把我的花拿过来。水中有三刀咱们见字面容易。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9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又回来了，9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是，不会太久的，一定。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好。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啊，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好。啊，莫三，坐下讲。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我们还有钱打仗。预案里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绥署去凑。先不说各地方绥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金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慈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马。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剑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哎呀，剑生啊，哇塞，剑生啊，坐下，坐下。剑生啊，你无需生气。剑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军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剑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3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哦。周先生何日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
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可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呀。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倒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是。张将军，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你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3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周先生，你的坚持让我感动。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令，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President Chong， 你签字了，马歇尔将军。东北停战协议，你竟然签字了。Yes. This is my signature. The document is not fake. 我想你应该记错了吧？是你们逼着我们先图关外的，是你们在帮我们运兵，是你们给了我们大量的军事援助。可是现在，你却在停战协议上面签字了，还逼着我也同意吗？ President Chong, you remember correctly. I pushed you into the situation, but this is enough for now. Please stop in Changchun. The north side will serve as a buffer zon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you at the buffer, please, negotiate well? 为什么？ This is a common interes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ll Americans. 这是你们美国人的利益吧 President Chong, we will not support you anymore because your military expenditure is insufficient to reach the border. And we cannot fully support your war. So, maintain your status quo and be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现在他们不会再支持了。我想这不是出于军费的原因，是出于你的荣誉，你渴望的和平奖章。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像你这样的人叫沽名钓誉之辈。所以，为了你所谓的和平的借口，你不惜牺牲的是我们的利益。 I emphasize again, President Chong. Common interes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f you do not consent to this agreement, I will withdraw from the mediation team immediately. 马歇尔将军，你在威胁一个美利坚同盟国的领袖，你知道吗？ As a U.S. representative, you have been a bully
And you always betray your friends. General Marshal, you don't fit in here. Just retire, please.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必要的时候。 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达林，原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 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 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来。 哇啊，看见了吧？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哦，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对。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毛主席，您来了啊！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嗯，真是寸土不嫌呐！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 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 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I'm very sorry. 实在抱歉。 The bill passed.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an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比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 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2档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 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它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了，总裁，刺绣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是，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1、第2、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傅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 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 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 合兵对抗啊！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
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大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亦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行啊，林总，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嘛。报告，1枪7环，2枪5环，其余脱靶。一共多少发子弹？10发。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好，我听你汇报。好，走。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
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